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财富自由这4个字好像是个遥不可及的梦？但如果我告诉你，其实有一套普通人也能够复制的蓝图，你会不会有兴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方法，看看要怎么透过一个很明确的计划，让我们离财务独立这件事真的能更进一步。嘿，这个问题我相信你一定在心里问过自己不止一次了。我们常常会想说啊，财富自由一定是有钱人或高收入的人才玩得起的游戏。但如果方法对了，我们这种普通人是不是也有机会可以翻身呢？所以这个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好吧，我们先从最现实的层面开始看起。好，第一部分我们要规划未来，就得先认清现在嘛。所以在我们谈怎么变有钱之前，得先面对一个最根本，可能也有点残酷的问题，那就是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一辈子到底能赚到多少钱？我们来算一笔账哦。假设你25岁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月薪可能就3-4万块。就算你每年都很幸运，公司帮你加薪3%，然后你就这样一路顺利的工作到50-60岁退休。你猜猜看，这样一辈子在税都还没扣的情况下，你的总收入大概会是多少？答案就是差不多2000万。2000万，听起来好像不少，对不对？但你先别高兴得太早。你要缴税吧，要付房贷或房租吧，还有每天的吃喝玩乐、红白包、各种开销，这些东扣西扣下来，你真的能拿去投资的钱，往往连一半都不到。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不学着让钱帮我们工作，那辛苦一辈子，最后可能连想要好好退休都有点难。这真的就是我们为什么非得聊投资不可的原因。OK， 现实面我们看完了，现在我们来看点正面的，来聊聊目标。所谓的财富自由，不能只是挂在嘴边的一个梦想啊，它必须是一个我们可以计算的具体的数字。所以问题来了，你自己的自由数字到底是多少？这就要提到一个在国际上很红的概念，叫做 FIRE， 也就是财务独立、提早退休。那这些人最常用的一个参考指标就是这个4%法则。它的概念其实超简单，就是说你退休后每年可以从你的总资产里面拿出4%来当生活费，而且你的本金基本上不会减少。所以反过来推，你把你希望每年可以花的钱乘以25，就是你需要的总资产。你看，这样是不是就把一个很模糊的梦变成一个很明确的数字了呢？来，我们直接看这张表，你来对号入座一下。你想要的生活是哪一种？是基本款，一个月大概花个5万，那你的目标资产就是1500万。还是你想要过得舒服一点，一个月花10万，那目标就是3000万。当然还有更高阶的。重点是先把你的目标找出来，这就是一切的第一步。好，目标数字我们有了，那下一个问题就很直接啦，我们要用什么方法、什么工具来达成这个目标呢？传统的股票、基金当然很稳，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可能可以大大缩短时间，但风险也相对高很多的一个选项，那就是比特币。这就是整个计划最核心的问题了。如果我们把时间设定在20年，你猜我们一开始需要准备多少本金？接下来这张表，我敢说是今天最重要的一张，它会让你看到不同的年化报酬率对结果会产生多么惊人的影响。我们直接来看数字，但我要先强调哦，这全部都是基于历史数据的假设，完全不是投资建议，未来也不保证会这样。好，你看哦，如果我们用比较保守的15%年化报酬率来算，要达到最基本的1500万目标，你需要准备90万的本金。但如果报酬率提高到20% 呢？哇，本金直接降到40万。那最乐观的情况，如果能达到30%，你猜要多少？答案是大概7万块就够了。你看，这就是高报酬资产的魔力所在。但我也要再三提醒，魔力的背后就是巨大的风险。所以你发现了吗？这整个游戏的通关密语其实就是2个字：时间。时间真的是我们普通人最强大的武器，
你想想，一个25岁开始的人，跟一个35岁才开始的人，就算目标一样，他们要准备的本金可能差了好几倍哎。所以啦，最重要的永远是那句老话，越早开始越好。7万块，我们再看一次这个数字，7万。当然，这是在一个非常非常乐观的假设下，经过20年复利滚出来的可能性，它不是保证啊，但它至少让我们看到，财富自由这个梦好像没有那么遥不可及了，对吧？ OK， 策略跟数字我们都看过了，但说真的，策略再好，如果心态不对，一切都是白搭。尤其当我们面对的是像比特币这种你知道的上冲下洗非常剧烈的资产，你的心态真的会决定你是赢家还是输家。你看这张图，很清楚地比照了2种完全不同的玩法。左边是大部分人会掉进去的陷阱，追高杀低，每天心情跟着市场上上下下，压力超大。而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策略是右边这一种，不管市场怎么波动，我就固定时间、固定金额地买，也就是定期定额。这就像是你在用一个很理性的系统去对抗你心里那个很爱紧张、很贪心的自己。好，既然我们要玩这个高风险的游戏，那游戏规则也就是风险管理就一定要搞清楚哦。这几点非常重要，你一定要记下来。第一，千万不要 all in， 最多就是拿你总资产的5%到10%来配置。第二，用定期定额，这样价格高的时候你买的少，价格低的时候你买的多，长期下来成本就很漂亮。而且你要转念，把市场大跌当成是百货公司周年庆，是捡便宜的好机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学会用冷钱包，不要把你的币全部放在交易所，不然交易所一出事，你的钱就跟着不见了。OK， 讲了这么多，理论、心态、风险都聊完了，最重要的来了，所以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做？别急，这里有一个超简单的5步骤行动清单，你就照着做。第一步，先拿出纸笔或打开 Excel， 把你1个月花多少钱算出来，然后算出你的 FIRE 目标数字。第二步，决定一下你希望几岁退休，45、50还是60。第三步，去设定一个每个月自动扣款买比特币的计划。第4步，把你的冷钱包准备好，学会怎么安全的保管。最后第5步，也是最考验人性的，就是坚持下去。设定好了就不要一直看，不要被新闻吓到就乱卖。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复利加上时间就是普通人的核武器。这句话真的说得太好了，它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整个策略的核心。我们可能没有富爸爸，没有大笔的本金，但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握有一个最公平也最厉害的武器，那就是时间。最后，我想留一个问题给你自己思考。我们今天聊的只是一种可能性，一个蓝图，但真正能做出决定的只有你自己。想象一下，10年后的今天，你会不会回过头来感谢现在的自己，做了这个小小的但可能改变一切的决定呢？